大家好，这里是宋说新语。上个月大概6月15号，我做过一期视频，有几句话很有意思，再给大家放一下。讲讲人生。那人生啊，要做3件大事。第一，给珠穆朗玛峰装电梯；第二呢，给长城贴瓷砖；第三呢，给黄河建围栏。嘿嘿，有意思哈。那现在呢，黄河呢是还没建成围栏，但是黄河边上的金水河啊，已经准备贴瓷砖了，而且是大理石砖。哎，这就是当时啊在现场啊拍的这个画面啊，有媒体报道呢，郑州金水河呀22公里上要贴这个大理石干挂，听听工人怎么说。纯属浪费啊！这个事儿呢，现在呢正在调查中。这就是金水河的视频。那么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在地图上给大家完整放一下金水河，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这就是郑州金水河呀，它的起点和末点。起点呢是郭家嘴水库，终点呢是东风局啊，到这个位置，全长呢是22公里。这个我们自己描的这个图啊，还真描的挺准。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你就知道了。这是我们描的这个金水河长度，这是通过谷歌地图测量的，还正好22公里。这22公里的这个瓷砖可不简单，花了多少钱啊？花了34亿元人民币啊！这可了不得。所以这个事儿一出来呀，这个网友就炸窝了啊。那么金水河呀是郑州市内的一个可以说一个景观河啊，非常漂亮。那么横穿郑州啊，在这个过去啊，它是有相当的这个排洪作用的。那么现在呢，实际上因为城市洪涝灾害啊比较频繁，另外呢就是很多的河呀都已经做了景观河了，它实际上已经起不到相当的排涝作用了，河水一上来它就漫过去了。这个根据记者实地探访啊，这个贴瓷砖的实际上是人行步道一侧的墙啊，而且这个步道呢离河床的高差不足0.5米。历史上啊大雨过后啊，河水都会漫到步道上，冲刷这步道的墙壁。那720的这个郑州暴雨期间啊，金水河就塌方了100多处。那现在看起来啊，郑州花34元为22公里河道贴瓷砖这个消息不是杜撰的，是个真事儿。而且呢在招标公告上能照到。在2021年12月的招标公告提及啊，这个工程项目起点呢是郭家嘴水库。就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具体的这个位置啊，郭家嘴水库就这儿。从这儿开始一直到金水河的末端就是终点东风渠啊，整个河道总长呢是22.3公里。这是我们给大家做的这个便利啊，这个金水河的这么一个视频，可以说全网独家，带领大家呢从卫星上一睹金水河的风采。黄线所示的位置呢就是金水河。那这个招标啊可是个大项目啊，33.54亿元，而且不含征签。那这个事儿呢是由郑州市发改委批准建设，建设资金呢来自于财政啊，那么财政出资比例是100%。那刚才我们看过这个视频里边，一个施工人员明显说呀，这个降水啊，因为降水呢，这个水位很快就能接近他们铺设的这个大理石瓷砖这个位置，并且他内嵌了这种景观灯。这个工人啊对这个事也表示不理解啊，正在施工的工人就说，你看河道也不深，不到1米，前几天郑州下雨，水都跟人行道齐平了，一下雨河道都满了，铺这个就纯属浪费。就普通人看起来啊，这个事是没法解释的。你干嘛要花这么多钱？是钱多的烧的没地方花了吗？你经常河水浸泡的地方，你使用那个金属挂件啊，挂这个大理石瓷砖，金属挂件是很容易锈蚀断裂的。大家知道咱们住的这个单元楼高层还经常掉瓷砖呢，为啥呢？一个是挂的不牢，一个就是挂件有问题。第二个呢，你河水啊大水的时候会带来很多石头和其他东西，它也会撞这个大理石或者瓷砖。另外呢，给河道两边挂瓷砖有必要吗？是不是啊？你这是不是有那个精神？你给长城是吧？再铺一下瓷砖是不是更好？给长城挂瓷砖这个活啊，还真是个大单子，我也盯着呢啊！你们别惦记了。我们算一算这个账啊，22公里34亿元的造价，这多少钱一平米？我们算算啊，22公里啊，拿计算器算算。
34亿元是吧？34亿元，这是34亿元吧？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10亿，哎，34亿元，然后除以22公里是吧？再除以1000米嘛。哇，1平米造价15万多。有15万多呀，朋友们，15.45万元啊，花这么多钱给河道贴瓷砖啊，这个事儿吧，让我觉得还是充满了一种不可思议、一种难以言说的这种味道啊。这个事儿啊，在曝光的同时啊，另外一件事儿也进了我们的视野，哎，就是网上也上了热搜，是哪件事呢？是这件事儿，我们看一下。那么在吉林啊，有个地方，有一个姓黄的老师啊，给他们家乡自建浮桥，然后呢，自愿付费，一家18个人被判这个寻衅滋事罪。哎，你说这俩事儿有什么关联呢？这个桥呢，本来是应该政府建，政府没给人家建，人家自筹资金建了一个浮桥。哎，当地的这个有关机构反而把他们抓起来了。大家现在看到这个地图啊，这个浮桥的位置已经没有桥了，看到了吗？这是2021年4月3号的卫星地图。好在我们有时光机这个东西。这个黄老师啊，叫黄德义呢，他是在吉林赵南市瓦房镇的镇林村居住啊。我把这个计算器取消啊。那么边上呢就是一条河，而这个河呀就挡住了他们这个就赵二河啊到对岸的这个路子。那么从这个村到这个村，因为这个河他们就过不去了。如果想过去怎么办？我们把地图放大，这个黄色的线就是我通过地图导航找到的路，这么绕一圈多远呢？朋友们，70公里呀，70公里呀。但现在大家应该能理解这个愚公移山了，是吧？就这么一条河就把河岸两边就阻隔了。好在啊，我们有时光机这个东西，我们看看黄老师是怎么建这条河的。哎，这是16年的时候，看到了吗？这个浮桥还在。16年的时候，这个浮桥还在，看了吗？这黄老师啊，和自己出资13万元，和自己的亲属焊了13个浮筒。哎，就这一段。那么我们再往前看，实际上这个桥啊，是从2013年就开始建了啊，就建好了。那么这个桥呢，随着这个河水的涨幅啊，有时候会被冲断，但是呢，基本上都在。这是2014年3月的卫星图片，可以看到这个桥还在啊。2015年7月份发大水了，这个浮桥还在，但是浮桥这边这个路被冲掉了。2016年10月份，这个浮桥又恢复了，顽强的挺立，在大自然面前，他们几乎都快战胜了。哎，这是18年，可以看到啊，这个桥还在。这是19年，很遗憾啊，到了19年9月份，这个桥就被拆掉了。黄老师啊，建了一座浮桥，他甚至战胜了大自然，但是他输给了有关部门。那这座浮桥呢，就被拆掉了，一直到现在。这是在2021年到现在的这个卫星图，一直到现在这个地方都没有桥了啊。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故事。吉林的村民自建浮桥啊，然后呢让大家自愿付费过桥，1到10块钱自愿啊，你这个人数多少啊，车辆大小啊，反正是你看着给。建好的第2年，当地水利部门啊就以非法建桥为由开始罚款。15年到16年，这个黄德义每年都交1万元罚款。2017年没交，2018年10月，这个赵南市水利局啊就以非法建桥为由。强制黄德义拆除浮桥。18年10月是吧？你看，我们看一下这个卫星地图上，19年，你看18年5月份还在，到了19年9月份，这个桥就没了。所以啊，朋友们啊，一定要做善事啊！做善事是可以被记录下来的。天上有卫星，老天有眼呐！你干了坏事也会被记下来的。互联网是有记忆的。所以啊，做了善事的黄老师，现在要被判刑，这个事儿就被翻出来了。2019年2月，黄德义被赵南市公安局以寻衅滋事罪拘留了。当年底
赵南法院一审以寻衅滋事罪判决黄德义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其他的17名亲属也分别被判刑。黄德义呢，为便民自掏腰包自建浮桥，导致一家18人被判刑。放在全球任何一个国家，放在中国古代任何一个朝代，都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儿。从司法腐败、政府投资角度来看，这个事儿都存在无数的问题。我们做有益的这种私人投资就要被定罪吗？刑法里边定罪都是应该基于你损坏了他人或者社会的行为。黄德义这个案子中，他所做的都是有益于村民的，过桥的因为过去了获得了收益，法院呢以寻衅滋事罪对他宣判，这已经告诉大家，我要判你，我不愁找不到名字。第二个呢，有罪无罪，你是否要上交罚款呢？这个黄德义说他桥修好第2年，水利部门就找到他罚款，交钱就不用拆了。所以到16年再交1万，是黄德义的兄长交的。17年没交，因为这桥1年都收不到1万块钱。这个桥从建成到被拆除，一共收了5万多块钱才。所以说从法理上说，你这个事儿不能一个事儿2罚你既然收到这个罚款了，就说明这个事儿不是刑事犯罪是吧？那黄德义在浮桥交罚款的时候不构成刑事犯罪，没交钱怎么就变成刑事犯罪了呢？按照法律来说，按照所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65条规定未经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同意，擅自建设桥梁，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流域管理机构依据职权，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补办有关手续，限期不补办或未被批准的，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物、构筑物，逾期不拆除的，强行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单位或个人承担，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所以有关部门你们做个人吧，你们为什么不主动帮人家办理相关手续呢？江山们要过河你们心里有江山吗？所以这2件事我们就能看出来我们国家投资方面的一些巨大的弊端。为什么郑州可以花32亿给22公里河道贴瓷砖，但是吉林白城黄德义村子里边的河道却没有国家投资修建便民桥呢？这就源于中国独有的这种投资体制，从立项、批准、筹资到建设都是脱离现实的。甚至都是拍牢口就做出这个决定了。每年几十万亿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几乎没有公开有效征求社会意见的，还有也是走走形式，更不可能公开投资细节。国有的投资项目越来越多的成为更容易被上面看到的这种政绩工程，至于投资的这种所谓必要性、效益没人问更没有人追责。所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有的大事你知道，那领导更知道，更多的事你压根儿就不知道。比如郑州如果不是媒体爆出来这个事儿，你压根儿就无感。郑州这34亿平均到1280万郑州人头上是多少钱呢？我还真算过，265元，不信你自己按郑州人民，你要不要加把劲儿，每个人再贡献26500，咱换成金砖咋样？那个屯儿不说郑州话那不过瘾再回过头来说黄德义他这件事儿，法院搞的是明明白白，总计52950元的过桥费。我估摸着法院的同志数学水平不会太高，5位数的加减法应该会。这题我会，我来办。如果让你判郑州的这个案子34亿，压手指头都不够用，所以这道题你肯定不会，我知道。郑州这个事儿最后会怎么样呢？不了了之，撤几个人就完了，不会揪出什么贪官招投标腐败的，你放心吧。不行，咱们走着瞧